各位观众，2026年，全世界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里，有7家是做 AI 的，而10年前的霸主，那些做手机、做相机、做百科全书的巨人，一个一个倒下。我先问你一个毛骨悚然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公司不是被笨蛋打败的，而是被自己做得太好打败的？柯达发明了数位相机，却死在数位相机手上。诺基亚手机卖到全世界，却在3年内蒸发。百事达当年可以用5000万美金买下 Netflix， 却笑着拒绝，然后自己破产。这不是运气不好，这背后有一条冷酷到不行的规律。哈佛商学院有一个教授把这条规律写成一本书，直接被贾伯斯、贝佐斯、英特尔的葛洛夫奉为圣经。这本书叫《创新的两难》。今天这一集，我要帮你拆开这个越成功越危险的死亡陷阱，而且告诉你，在2026这个 AI 大颠覆的年代，你这个小创业者怎么站到颠覆者那一边，而不是被颠覆的那一边。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创办人。我们开始。先说作者是谁，你才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克雷顿·克里斯汀生 Clayton Christensen，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被公认是破坏式创新这个词的发明人。这个人有多神？英特尔的传奇执行长安迪·葛洛夫，就是那个把英特尔从记忆体公司变成 CPU 霸主的狠角色。他读完这本书之后，直接把克里斯汀生请到英特尔，说这本书改变了他整个经营策略。贾伯斯生前的书单里也有他。贝佐斯更夸张，他要求亚马逊的高阶主管全部都要读《创新的两难》，因为亚马逊自己就是靠破坏式创新起家的。克里斯汀生在1997年写下这本书的时候，问了一个没有人敢问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管理良好、资源雄厚、客户满意、每一步都做对的顶尖企业，最后反而会被市场淘汰？注意，每一步都做对这6个字，这才是这本书真正恐怖的地方。他讲的不是失败者的故事，他讲的是好学生为什么会考0分。2020年，克里斯汀生过世，但他这套理论到2026年的 AI 时代只有越来越准。好，第一个核心观念，也是整本书的地基，破坏式创新跟延续性创新的差别。你一定要搞懂这2个词。什么叫延续性创新？就是把现有的产品做得更好，手机荧幕更大，相机画素更高，汽车跑得更快，这些都是延续性创新，是在原来的跑道上加速。大公司最擅长这个，因为他们有钱、有人、有技术。那什么叫破坏式创新？它一开始不是更好，它一开始反而更赖。你没听错，是更赖。破坏式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品质更差，功能更少，主流客户看都不看一眼。但是它有2个杀手锏：更便宜、更简单、更方便。它先从那些没被服务到的边缘客户下手，或者干脆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然后它偷偷的1年1年的把品质往上补。等到有一天它的品质刚好够用了，主流客户突然发现，这个又便宜又够用，那我干嘛买贵的？这时候大公司才惊觉大事不妙，但已经来不及了。数位相机一开始画质烂到爆， Netflix 一开始要等3天才收得到 DVD， 这些都是一开始很烂的破坏式创新，最后却改朝换代。第2个观念，这是全书最反直觉，也最让老板睡不着的一句话：好公司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而是因为他们做对了。我再讲一次，他们是被自己的优点害死的。你想想看，一家成功的大公司，它的管理教科书怎么教？第一，要倾听你最重要的客户的声音；第二，要把资源投到利润最高的产品线；第三，要追求更高的毛利率。这3条，每一条都是好老板的标准动作，对不对？可是克里斯汀生发现，正是这3条好管理，让大公司对破坏式创新视而不见。因为破坏式产品一开始利润超低，市场超小，客户还是一群没钱的边缘人。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大公司经理看到这种案子，一定会说：这个市场太小，利润太薄，我最重要的客户又不要，我为什么要投？于是他把资源继续砸在让好产品更好上面。这个决定在当下每一个环节看起来都无比正确，但3年后，那个又小又烂的破坏者长大了，一口吃掉他的江山。这就是创新的两难。让你成功的那套逻辑，
是让你灭亡的那套逻辑。第三个观念叫价值网络，这个概念帮你看懂为什么大公司转不了身。克里斯汀松说，每一家公司都活在一张价值网络里面，你的客户、你的供应商、你的股东、你的员工薪水、你的成本结构全部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有惯性的系统。这张网决定了你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举个例子，一家做高阶伺服器的公司，它的整张价值网络都是为大企业客户、高毛利、高规格设计的。今天有一个做便宜小晶片的机会出现，就算工程师看到了，这张网也会把它挤出去，因为业务说客户不要，财务说毛利太低，老板说这会拉低我们的品牌。所以不是大公司的人笨，是他们整个组织的免疫系统会自动攻击、排斥那些不符合现有价值网络的新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破坏式创新几乎永远是由新公司、外来者、车库里的小团队做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那张网的包袱。这一点，各位创业者要记到骨头里。你的小和一无所有不是弱点，是你最大的武器。第四个观念，把破坏式创新再切细，分成两种路径：低阶破坏跟新市场破坏。搞懂这两条路，你就知道自己该从哪里切进去。第一种，低阶破坏，就是在现有市场的最底层开一个缺口。当主流大公司拼命把产品做得越来越高级、越来越贵，其实是在过度服务。很多客户根本用不到那么多功能，却被迫付高价。这时候，你推出一个功能只有60%，但价格只有30%的产品，专门收割那些被过度服务、只想要够用就好的客户。丰田汽车当年就是这样从美国市场的最底层一路往上打到豪华车。第二种，新市场破坏，这个更高招。你不去抢现有客户，你去找那些原本根本消费不起、被排除在市场外的人，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个人电脑当年就是这样，他没有去抢大型主机的企业客户，他去服务买不起大型电脑的一般家庭跟小公司，结果把整个市场的饼做大了好几百倍。各位观众，你选题的时候要想清楚，我是要从底层切一刀，还是要创一个新市场？这一刀切对了，你就站在浪头上。好，4个观念讲完，杰森教练帮你把整本创新的两难浓缩成一句你今晚睡觉前一定要想一遍的话：颠覆你的永远不是比你更强的人，而是那个一开始被你看不起的人。你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大公司的死法从来不是被一个更大更强正面硬碰硬的对手打败，而是被一个又小又烂又便宜你根本懒得看第二眼的东西从下往上慢慢的掏空。为什么？因为当那个东西还小的时候，打败它不划算，你也看不上。等到它长大到你想打的时候，你已经打不动了。这就是破坏的时间差。所以克里斯汀森给大公司开的药方很残忍。如果你是大公司，你想活下去，你必须自己成立一支独立小部队，用破坏者的姿态去颠覆你自己。你不自己革自己的命，别人就会来革你的命。而如果你是小创业者呢？恭喜你，你天生就是那个被看不起的颠覆者。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大公司懒得弯腰去捡的那块市场，闷声把它做起来。理论讲完，套到真实世界你就懂了。第一个，贾伯斯跟 iPhone。2007年 iPhone 出来的时候，诺基亚、黑莓的高层在笑，说这东西没有实体键盘，电池又烂，还很贵，商务人士不会买单。他们用延续性创新的眼光看 iPhone， 觉得它很烂。但贾伯斯玩的是破坏，他把手机变成一台口袋里的电脑，开创了 App 这个全新市场。3年后，诺基亚的帝国灰飞烟灭。第二个， Netflix 对上百视达。Netflix 一开始只是个邮寄 DVD 的小破公司，百视达完全看不上，还拒绝了5000万买下它的机会。结果 Netflix 靠串流把整个影视产业掀作。第三个，讲我们华人创业界最大的偶像黄仁勋跟 NVIDIA。 各位观众， NVIDIA 早年是做游戏显示卡的，在正经的电脑产业里，显示卡被当成玩游戏的边缘玩具，英特尔的 CPU 才是主流王道。但黄仁勋赌了一把，他发现这个玩游戏用的 GPU 拿来算 AI 居然快得可怕。他从一个被主流看不起的边缘市场一路破坏，
最后在2026年把市值干到全世界第一，反过来把当年瞧不起他的巨人踩在脚下。这就是活生生的创新的两难。接下来讲创业者面对破坏最容易掉进去的3大误区。误区1，我的产品比较好，所以我一定赢。错，破坏式创新告诉你，更好在战争初期根本没用，甚至是包袱。客户要的不是最好，是刚好够用，又便宜又方便。你一直在堆功能、堆规格、堆高价，你就是那个等着被掏空的大公司。误区2，这个小东西成不了气候，我不用理它。这是所有巨人的墓志铭。当你开始说，这个看起来很阳春、很业余的时候，请你警觉，你可能正在亲眼看着颠覆你的东西诞生。2022年，很多人也是这样笑 AI 的。误区3也是最致命的，我要等它成熟了，市场明朗了再进场。等你看清楚，窗口早就关了。破坏式创新的残酷就在于，它从边缘涨到主流的那个转折点，快到你反应不过来。你不是输在能力，你是输在太晚跳。看懂这3个误区，你就比市场上90%的人清醒。那把创新的两难套回我们各位观众的实战场，你一个小创业者到底怎么用这套理论赚到钱？我直接给你答案， AI 就是2026年最大的一场破坏式创新，而你现在就站在颠覆者的位置上。你想想，过去要拍影片、写文案、做客服、剪片、做设计，是谁在做？是那些养了一整个团队、月烧几十万、又大又贵的公司。他们就是大公司价值网络，他们动作慢，成本高，弯不下腰。而你用 AI， 一个人一天几百块美金就能做出过去一整个团队的产出。你就是那个一开始被笑很烂、很业余的破坏者。你的策略很清楚，第一，不要去跟大公司正面比更精致，你要比更快、更便宜、更贴近那些他们懒得服务的小客户。第二，专攻大公司看不上的利基市场，那些饼太小、他们懒得弯腰捡的地方，就是你的江山。第三，闷声把品质一年一年往上补，等你刚好够用的那天，你就从边缘杀进主流。这就是这个时代一个素人用 AI 逆袭的完整剧本。说我自己的故事，2024年底 AI 这波浪潮刚翻起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创新的两难这套逻辑。那时候身边很多做内容、做行销的正规军还在观望，还在说 AI 生的东西很粗糙、很假，上不了台面。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大公司思维，用更好的标准去看一个破坏者，然后看不起他。当我反过来想，对，他现在是很烂，可是他够便宜、够快、够方便，而且他每3个月就进化一次。这不就是克里斯汀生讲的那个一开始很烂，但会一路往上补的破坏式技术吗？我不能等他成熟，我要在他还烂的时候就跳进去，陪他一起长大。所以2024年底，我做了决定，我把自己关起来，死磕 AI 工具，死磕数字人，死磕自动化产线，从零基础开始。一开始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很惨，配音卡卡，画面丑丑，字幕还会跑掉。那些正规军如果看到一定会笑。但我知道，我不是在做今天最好的东西，我是在卡一个3年后的位置。慢慢的，那个很烂的破坏者开始长大。我把杰森教练本人做成 AI 数字员工，建出一整套自动写脚本、自动配音、自动生缩图，每天自动上片的龙虾学院经济学产线，还带出一整支 AI 数字员工团队，同时经营好几个频道。而那些当初笑 AI 很烂的正规军呢，他们现在回过头想跳进来，发现我已经卡在浪头上了。这就是破坏式创新给小人物最大的礼物，它让一无所有变成优势。因为我没有大团队要养，没有旧包袱要顾，没有那张绑死我的价值网络，我可以毫无顾忌的用最烂、最便宜、最快的方式去偷袭那些又大又慢的巨人看不上的地方。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就是我用《创新的两难》这本书当地图，一刀一刀切出来的。
所以我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个各位观众：你的小、你的穷、你的一无所有，在破坏式创新的战场上，通通是你的弹药。差别只在于你今天敢不敢当那个被看不起的人。黄金总复习5个重点刻进脑袋。第一，破坏式创新一开始总是更烂，但更便宜、更方便。它从边缘切入，再一路往上补品质，最后改朝换代。别用好不好评断它，要看它会不会长大。第二，好公司会失败，不是因为做错，而是因为做对。听最好的客户的话，追最高的毛利，这些好管理反而让他对破坏视而不见。第三，价值网络是一张看不见的网，它决定你看得见什么机会，看不见什么机会。大公司转不了身，就是被这张网绑死。第四，破坏有2条路：低阶破坏收割被过度服务的客户，新市场破坏创造原本消费不起的新客户。想清楚你走哪一条。第五，颠覆你的永远是那个你一开始看不起的人，所以大公司要自己颠覆自己，而你这个小创业者天生就站在颠覆者的位置，你要做的就是趁早跳进去，别等窗口关上。好，今天的创新的两难就拆到这儿。从 EP45 到 EP57， 我们走完了一整套个人成长到创业的地图。从 EP58 这集开始，我要带各位观众进入一个全新的系列——商业经典拆解，专门讲公司、市场、竞争这个层次的硬知识，帮你从一个人的努力升级到看懂整盘商业棋局。今天我们懂了为什么强者会被颠覆，那下一集我们要问一个反过来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普通公司可以从优秀变成卓越，一路长成伟大的企业？下一集我们要拆解的是从 A 到 A 加，一本吉姆·柯林斯花了5年研究1400家公司，只为了回答好公司怎么变成伟大公司的旷世神作。你会发现，颠覆别人跟不被颠覆其实是同一套心法的一体两面。如果今天这集有帮到你，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你打算用 AI 去破坏哪一个市场，我会一则一则看。我是杰森教练，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我们下期见。